今天呢，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10件我在香港觉得很不习惯的事情。然后我从去年的9月啦，到今年的3月，我都在这边做 internship，然后大概到现在大概也是有10个月这样啦。然后有些东西是我真的是觉得永远习惯不了，因为很不明白它背后的 logic。然后有一些是时间久了也慢慢习惯了这样啊。然后现在就来讲第一样，是讲到香港啊，每个人都会知道讲这边的东西的节奏很快，生活的速度又很快，你走路都很快。就我每次来这边旅行啊，然后我一回到去的话哦，我一定是走路就是很快，然后我的朋友就可能在后面，然后我已经在前面了，然后我要放慢我角度，我会觉得很难很辛苦。然后呢，就在这边 intern 嘛，跟我之前2次在马来西亚 intern 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边是真的是很忙，真的是有很多客人。然后以前在马来西亚的话，可能你等那个客人来的时间是多过你真正 serve 他的时间。但是在这边的话，你真的是通常是不用什么等客人，因为那客人全部都是已经到了，你只要一直 serve 一直 serve 一直 serve 到你那个放工时间就对了，因为永远都有东西做。然后因为我本身其实是不是很喜欢很多空，不是很喜欢在那边等啊，比较 prefer 去动去做东西这样，觉得比较有意义，然后比较 motivated 这样的一个 concept，所以这个速度这方面我还是觉得可以适应到的。不过呢，有很多同事他们就会叫你快递快递快递，快点快点快点做这个做那个，然后有时呢你就做很快了嘛，然后他们就讲，哎，这么这样快，休息一下啦，来来来，喝一点东西先。然后我就你到底要我快还是要我休息，我真的是不懂。可能他们会拿捏得好那个速度，就是他该快的时候要快，然后该休息的时候该偷懒的时候就要偷懒，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吧？我觉得应该是这样。然后第二样呢，就是这边的人呢，他们都会直接叫你的名字。就 for example， 我会叫我的 manager Jason， 我不会叫他 Mr. Jason 什么，不会 Mr. 不会 Miss。然后如果这件事情是发生在马来西亚，应该大多数人都会觉得是很 rude 咯。然后这个 power distance 的东西是我有一点不习惯的，因为突然间来到这边叫我叫那个全部都是高级过我的人，直接叫他的名字，然后我就会觉得哇，我自己好像很没有礼貌。但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，所以我也不能不这样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有些比较高 position 的洋人的话，他们还是会叫 Mr. 谁呀、Miss 谁哦，应该就是跟他们的 culture 的关系。然后第三样的话就是呢，这边时不时都会听到有人吵架啊，就可能在 bus 上面啊，随便在一个街上啊，店里面啊什么这样啊。然后有一次我就是坐 bus，然后因为我坐的是 double decker 的那个 bus，然后上面的人就要下来，就差不多要到站了，然后上面的人就下来哦，但是因为真的是很挤，很多人，就变成他下来那个楼梯的位置前面有人挡住，然后他就骂那个人啊，骂那里出口啊，DLLM，这个是这边的人最喜欢骂的，什么小事大事 DLLM，然后过后就一直骂那个人，然后骂从还没有到，就那个客人从楼梯上面下来。到他到那个 bus stop 也是有一段时间，然后就一直吵啊吵啊，讲来讲去，我听来听去就是那2句俗话。然后过后呢，重点是什么呢？好死不死那2个人下同一站了，你知道吗？结果一下子哇，2个又继续在那个街上吵啊吵了，然后全部人就看啊看哦，然后我是在 bus 上面继续走了，我也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然后就是这边的人，他们其实就是很喜欢吵的，我不知道是他们的culture 还是什么，这是我很接受不到的，因为我本身是很不喜欢吵，我是很喜欢 peace 的。可是吵也是有它的好啦吧，就是不鸟我。And then 呢，第4样就是讲到这个广东话，就我本身一上来我都是觉得我的广东话是 OK 的，因为平时都可以跟到家人啊亲戚沟通，所以我就觉得 OK， 我的广东话 OK good。可是我来到这边呢，就哇，原来我不会的东西还有很多。然后尤其是我第一个 internship 的 department 就是在那个中餐厅，然后中餐厅就会有很多那种菜呀、那种
terminology 那种东西是我根本就不懂，因为我平时在家里也很少吃中餐，然后就也没有什么听过这种词的广东话。不要讲广东话，连华语你问我什么菜我都不会分啊，其实。然后他们就用广东话，然后就更上一层楼，更复杂。然后呢，有时可能同事就会叫你帮忙，叫你拿这个拿什么牙杠啊、带碟啊，然后我一进去，哇，什么来有这些东西，然后就会一直问人家，就一直找同事 clarify，这个是什么啊？这个是什么啊？那个是什么啊？然后有时他们讲太快呀、那些我又听不明白，然后我就会叫他们重复，然后有时就让他们就让他们做给我看，然后我才原来你讲的是这个意思这样哦。然后呢，有时候比较 awkward 的时候是有时候真的是很忙很多客人，然后你的同事叫你帮他做这个做那个，然后你又听不明白哦。可是那个同事又真的是很忙啊，然后你就会 Oh my god Oh my god 又不好意思叫他重复，然后又真的是很忙。然后如果你不问他的话，你做错一定又做错，然后就还是硬去问他。然后有些同事就是还是很好，就会很有耐心啊听我的问题。然后有些就应该是要他重复太多次惹到他也不耐烦了啊。然后呢，除了这个同事，有时候就是客人啊，他们就听到我的这个口音，他们就会问，你从哪里来呀、你讲话不像是本地人。然后过后就有些比较好的，可能就聊不下天啊，这样子还是蛮不错的啦。可是有时就是他们跟你讲那个东西，然后你不明白，你让他们重复，然后那客人就会很 annoy，就讲你不懂什么来着，或者就是会就那种中文你会不明白的那一种表情，然后弄到你也是很 awkward。把这个东西是 awkward 了一下过后，你也会习惯这个 awkward，所以也是 OK。然后呢，这广东话他们通常都是写这个繁体字的嘛，然后我是不会写繁体字的啦。就是虽然有些人会觉得繁体字很美，他们会去练，但是我就不是这种人。然后我就不会写繁体字，我永远都是写一个简体字。有些繁体字我又看不懂，就要去问人家，看得懂我就好啊。你要我写是真的是不能。就这个东西的话，在中餐还是有一点复杂的。不过通常都是，只要你没有在那个特定的职位的话，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啦。And then 呢他们这边呢就有分很多种，不懂叫什么，就他们会叫国语啊，国语我们的话是bahasa Melayu嘛，他们的国语就是华语。然后呢，他们的中文，我们的中文是华语啦，是不是听起来有点复杂？然后呢，他们的中文就是广东话这样的意思，然后他们有时也会叫这个广东话白话。所以有时那种比较老一辈的人跟我聊天的时候就什么是白话，什么什么又什么，然后有些就是学到很多东西在这边。And then 有一个习惯是我真的是永远改不掉的，他们这边就有分唔该和多谢。然后唔该的话呢，就是通常是人家帮你做东西啊，拿东西给你那种，你就会跟他讲唔该哦。多谢的话，通常都是人家给你东西，对，送你礼物那种，你就讲多谢。我真的是没有习惯讲多谢，我不管是什么情况我都是唔该吧，然后我就不管，我讲了。And then 呢，除了这个唔该和多谢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几袋和高袋。然后我们每次就在马来西亚都是会讲纸袋嘛，纸袋，然后去买东西，就这边通常都是不会给你纸袋的，就是要环保。然后过后就跟他讲，后面俾我个纸袋，然后有些人就会讲我哋冇紙袋嘅喎，膠袋得唔得啊？就他們的紙袋是那種 paper bag， 膠袋才是那種 plastic bag。然後這個也是有時候遇到這個問題，我現在也是有換過來了，講膠袋啊，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，或者是我都會講袋，要個袋，後面有個袋，然後就 OK。不過基本上我都是會帶一個先帶一個環保袋在我的 bag， 以防萬一要去買東西，所以通常都是沒有什麼拿袋的啦。And then 第5樣就是這邊的
这个东西我真的是永远适应不到。这边的天气就是真的很好笑，你看现在哇，好像很正常的太阳很晒，就是，然后它竟然突然间下雨，虽然那个云也是要跌下来呀，然后就突然间下雨哦。就是这边的天气，它有时呢就是他们冬天的时候就会很冷，然后夏天的话就真的是很热。它的热不是那种马来西亚的那种烫，它的热是很够。你在室内也好，在家里也好，在外面也好，整个就是很够。它下雨你也很够，没有那种下雨的那种清新感。然后我就是很不喜欢这个东西，因为我真的是很不想够。然后有时候就只能被逼开 aircon， 但是我又不喜欢开 aircon， 所以是一个我很讨厌的东西。他们冷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蛮爽，就冷的话你也开心一点，然后又可以穿那种厚厚的衣服，就很爽。然后有时啊，他们就会有那种夏天就会有那种台风哦，然后他们的台风就有分几个 level， 就有1号啦、3号啦、8号、9号、10号这样。然后1号是最弱的，然后9号、10号就真的是不能出去了啦。And then 呢，还有就是暴雨，暴雨就是其实就是平时下雨吧，只是他们有分这个暴雨的这个 warning， 然后就有黄色的啦、红色跟黑色。然后通常都是黄色，黄色我觉得是算是蛮时常有的啦，就他们下雨，就其实也没有讲很大，就普普通通这样，也会有一个黄色的，然后第6个呢就是他们的扶手电梯，然后我们的话在马来西亚我们是靠左边的，他们这边呢是靠右边的。像左边要来做么嘞？左边要来给人家走的，那些赶时间啊，还是什么不懂，你要赶去投胎什么的，你就走左边。可是呢，通常在地铁站的话的那个电梯，它都会有广的，就会播那东西讲，请不要在电梯上面走动。但是那个左边就是给人家走动，然后我很不明白他们这个 paradox。And then 呢，就有时呢，就你下了那个地铁，然后你要搭那个 lift 上去嘛，然后地铁一定是很多人的啦。就它的 lift， 如果你只要站右边的话，你要等右边，因为你不要走嘛，你就等右边咯。然后一定是排很长啊，然后有时你在那个位置又很 awkward 的哦，你就是很难去右边，你只能在左边嘛。然后变成你排到左边哦，然后你就要上去嘛，你就要走，你就要走哦。问题是什么呢？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啦，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每个人他们都不想走，但是因为他们在左边那个 position， 所以他们就硬要走。但是有时有遇到有一些人他们在左边，他们不会走 ，OK， 那个你就觉得 OK， 还好你没有走，我也继续在那边休息，这样的一个 concept。然后第7个啦，第7个就是这边吃晚餐的话呢，基本上都是每一间店都是要排队的，可能是因为地方小人又多啦，就排队拿号码，然后你是1号，你是1、2个人的话，你就拿 A 的号码，3到4个人拿 B 的，然后几个人就什么什么这样，然后就是有很多号码，然后就要等，然后有几间餐厅都是要排很长队的咯。今天是星期天，就来排这个店，然后你看我排了几久？我从8点11分排到现在8点40分，也就是已经半个小时了，但是都还是没有位。所以讲这个 weekend 尽量在家里吃东西。现在是8点55分，终于进来了 ，Oh my god！ 如果是你自己一个人吃的话，通常就是比较容易有位啊，通常都是一定有位啊吧。我晚上通常都是在家里吃啊，只有下午我就自己一个人去吃。然后下午的话，通常就不会需要到排队，就我吃东西的时间啊，没有需要到排队。有时去那种比较多人的店呢，就要跟别人拼桌咯，就4个人的桌子，你就要他们2个人，给2个 couple 坐在你对面吃，然后你没有办法嘛，那个人家你坐这边，OK 咯，你就坐在这边，然后看着对面2个人 couple 吃东西哦。
然后有时是那种 band 箱的位置啊，他们就是这边坐2个人，这边坐2个人的嘛，然后他们就会有贴一张纸在上面，讲这个是4人的卡位，然后是讲2个人的，就2个人来也请坐一边这样子。然后第8就是他们这边吃点心的一个 culture。就我们的话，我们吃点心的话，通常都是会在那种普通的点心店，是不是这样讲嘞？因为其实我也很少在马来西亚吃点心啊。然后这边的话，他们吃点心都是去酒楼吃的，就是我们那种我们去参加婚礼的那种酒楼。然后他们这边的话是不会叫吃点心，他们这边是叫饮茶，就是喝茶，去酒楼喝茶这样的一个 concept， 听起来就是很贵。然后讲到这个吃点心啊，你一进去啊，桌子上面就会摆好你的那些碗啊、盘啊、杯啊、筷子啊、汤匙这些哦。然后中间就会有一壶热水，这个是跟马来西亚的那种叫菜的 restaurant 一样的一个culture。然后那个热水你就可以洗你的那些东西哦。然后你就洗啊洗的，这个我真的是不了解啊，这个culture是我很不了解的。因为我本身绝对不会是那个洗的人，然后呢，我觉得就是可能就真的是一个杀菌罢了哦，因为你那个水这么多人洗，一定是越洗越肮脏的嘛，然后你洗来洗去还不是肮脏，可能就真的是一个杀菌的 purpose， 然后我也不是很清楚，就他们就是会有这个culture，and then 呢，这个杀菌过后呢，你就是要倒茶嘛，是不是？然后你倒给你之前，你就要倒给其他人，就基本上是每一次都可以这样讲。每一次你要倒给你自己的时候，你就要先倒给别人。然后有时呢，别人倒给你满了嘛，然后你还没有喝哦，他还是会硬加去你那个杯，给你的杯更上一层楼的满。这个我也是很不明白这个culture。And then 讲到这个呢，就是讲到我刚才讲的那个intern啊，在中餐厅做的那个3个月。就是因为我平时真的是对中餐完全是没有兴趣，平时出去都是那种韩国餐啊、日本餐啊、西餐啊，或者是在家里煮的话，就是随便煮那种简单的中餐吃啊。然后再加上之前在大学的时候，又是根本没有学过中餐的东西，所以我那时候进去intern的时候是哇，整个是从头开始，感觉我根本不像是一个大学生，因为我真的是什么都不会。然后就真的是那个菜又不懂是什么菜，那个筷子还要有很多种不同的哦，然后那个盘又很多种哦，那个酱料啊，那个酱料真的是很多种，多到我都不明白什么鸡杂啦，它的洗料又很多种哦，有汤的洗料啦，and then 有那个猪肠粉的洗料啦，and then 还有那个另外一种我不懂叫什么，反正就是有几种啊，有好几种，and then 还有其他的辣椒酱，它的辣椒酱就有很多种。鱼冠叶啊，椒油啊，and then 还有什么一个什么泰式辣椒酱还是什么忘记了吧，反正就是很多这种东西。and then 呢，就在那边做的时候，真的是因为真的是什么都不懂嘛。那个点心，你跟我讲虾饺，我也不懂是长什么样，然后另外一个饺我也不懂长什么样，然后就要一直要找同事帮忙。但是中餐厅呢，就是很忙很忙的一个 concept。就可能晚上通常每一次都会福利部，然后就是真的是很忙的时候，你也不会好意思去问人家东西，但是你不问的话，你又不知道啊。然后有时觉得是没有不管的嘛，自己硬来啊，大概做啊，然后做久了有时间问人家了 ，OK， 然后过后就整理出一套自己的做法，也就终于明白要怎样做啊这样。然后有一次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话，就是有一次有一个 director。跟一桌同事，大概是6个人这样子，就来吃东西啊。然后呢，那个导游的旁边有一个应该是像后巷的角色，他就叫我过去哦，然后就叫我帮他拍台哦。然后我就拍什么台？完全没有听过这个字，到现在我真的是只听过他那一个人讲那个字吧。然后跟我就一脸困惑。然后过后我就讲 OK， 等一下我就叫我的同事来啊这样。然后过后那个 host 就讲，你不懂是什么来的，
蹦蹦蹦，是你不懂是什么来的，还是哦你新来的啊，什么什么之类这样的话，反正我就是 awkwardly 走掉。然后这个 pad thai 的 concept 其实就是要你帮他，你 recommend 他菜这样子。这个 recommend 菜我真的是觉得蛮难的，我是到后期很后期我才会 recommend 的，因为真的是你要看他们吃炸的东西，不可能全部要炸的啦，然后又不可能又2个猪肉啦，这个肉又很多那个菜什么，就是整个就是你要很会看那个 combination。然后我真的是觉得这个是比较 challenging 的一个东西。And then 讲完这个点心啦，第9样就是这边的食物的分量。就 for example 拿一个炒饭，就我们这边炒饭呢，可能是不是我们马来西亚炒饭，就那个 standard size 我们都知道。然后这边炒饭呢，就是那个 standard size 的2倍或者是1.5倍。然后整个就是很大盘，一个人通常是吃不完的。把这边的人应该是食量比较大，所以他们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然后这个他们的除了这个炒的东西分量大以外，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他们通常都会有那种 breakfast set 啊、lunch set 啊、afternoon tea set 啊这种之类的。然后他们像就像我们我们平时我们都可能只叫一盘面了，就是阿拉看。他们这边的人通常都会叫这种 set， 然后那个 set 有什么呢？就有你的面，然后有水，and then 呢还有一盘，那个盘呢你就可以选你的面包，可能你要选 toast、garlic bread 啊，还是餐包啊 ，and then 还有鸡蛋也要选，就可能你要选 hard boiled egg 啊、煎蛋、scrambled egg 什么的啦，就变成你会有3盘、2盘东西加一杯东西。我order的这个呢，就是有这个5香肉丁和醋前1丁，and then 配这个午餐肉和炒蛋。然后我个人是觉得蛮饱的。然后我之前来的话，基本上是每一次都不可能会吃得完全部东西，把现在的话也是硬塞就习惯了。and then 就分量大啦。然后第10样就是讲回刚刚的那个炒饭。and then 这边的炒的东西就有星洲炒米粉啦。可能炒饭就是瑶柱蛋白炒饭，或者是有一个什么和牛炒饭的。然后它那个和牛炒饭呢，它可以炒到整盘是很深颜色的，很深的 brown color。但是你吃一口进去呢，它其实是没有什么味道哦，只有淡的那个应该是牛肉味就很淡。然后那个瑶柱蛋白基本上是没有味道哦，你真的是不懂你在吃什么东西。然后讲第一个就是那个星洲炒米粉，那个星洲炒米粉我真的是没有在星洲看过那样的炒米粉，它整个就是黄姜粉，然后你吃进去就是那个黄姜粉的味。重点是它又大 portion， 哇，你根本想象不到你吃完那个整盘的黄姜粉味，我真的是不懂。所以我在这边我是很少会叫那种炒的东西，因为真的是不按我的口味，他们太清淡了，不按我。and then 呢，最后一个这个也要讲一下，第11个就是这边的位置很小啦，然后人又很多嘛，就是，然后就他们的店呢都会很窄的，就像 supermarket 这样子。就我们的话可能是一个大2个 trolley， 不是1辆通常是2辆都能过，或者是另外2稍微让位一下就能给另外第2辆过嘛，就是这边的呢基本上是一辆 trolley 都。应该这样讲，第一，他们的 trolley 是很小的，就比我们那边小一半这样。然后他们那个 trolley 过得到去是不是？但是你过不到别一个人的哦，就是很窄，就可能感觉你整排哦，你那2排 rack 中间可能只适合1个人走。通常如果我看到有别人在，我都是不会进去那一排的。然后它就真的是很窄，可是有些地方是真的是蛮大，可是真的是很少地方会大，通常都是很窄。然后呢，就可能去到你那种tourist spot 的话，像尖沙咀那种，他们就真的是很窄很窄，因为很多大陆人来买东西。然后呢，你就走在那个街上，撞来撞去啊，真的是已经是很正常的了，没有人会看你，也没有人会跟你讲 sorry， 也没有什么关系，反正就是一种习惯。然后呢，
除了这个 tourist spot 呢，就是放工时间的地铁站，尤其是在金钟和中环那一带的，它真的是很多人的那种。就平时你可能搭地铁的话，它就是那个门的那个前面有两排嘛，几排嘛，就可能都是有站1排2排，或者可能多的话可能到3排吧啦。但是那时候有2次我去，他们是我觉得应该有站了10排这样啦。然后它不是只是在门前面那2个位，它是整排，哇，真的是整排整个那个 platform 前面都站满人。然后整个是这样，那个人是这样子 push 着去的那种感觉，然后我就没办法了嘛，因为那边如果你要搭 bus 的话也是排很长的，我也是很讨厌搭 bus 的。其实讲到这个 bus， 先讲一下这个 bus， 就很多时候搭 bus 的话就是会比地铁便宜，可能几块钱，可能看你去哪里啊，可能有3块左右这样。然后通常也不是讲通常啦，有时运气好就有的坐啦。有时就站，可是站的话是真的是很晃，因为你在那个马上面就真的是感觉比地铁还晃，我整个人是很不喜欢的。然后尤其是你下午坐巴士的话，哇，超热，然后这个是我很不喜欢的。坐巴士有一个好处，除了便宜的话，它还是就是会比较快。可能你去坐地铁的话，去那个地方要1个小时，但是你坐巴士可能40分钟就到了。但是我绝对是不会为了那个20分钟搭巴士，可能是因为我真的是有很多时间啊。然后就上班上面，因为你就是等你的站到你才下嘛，就会觉得很无聊，为什么一直还没有到啊，这么久啊这样。可是坐地铁，你那个1个小时通常都是要换线的，你就会好像很刺激，每一站有人进来有人下车，然后就可能要挤什么一大堆，然后又转站你又可以走了就。感觉比较有趣，比较那个时间，你比较不会再去管那个时间。所以我就是比较选择贵一点，然后又时间长的地铁我也不知道，反正那个就是我的一个 preference。我讲了刚才那个排到整个 platform 都是人的那一个，我就排在后面啦。我一到我看到那么多人，我真的是人群恐惧症太恐怖了。然后就等了1辆车过 ，OK， 人就向前一点点吧然后1辆车就过了，然后人就向前一点点。我应该是等了3到4趟这样啊。然后到了我那个好死不死，我是在最前面那一排，后面的人是一直推。然后那个 platform 跟那个火车中间是一个 gap 的嘛，然后又很怕电器那个 gap 然后就那个火车一到的时候，后面的人就开始推了。然后真是倒霉蛋就扶住那个火车的门快上去那个车。重点是因为那个车上面也是很多人，也是很难上。就是你站你都不能站好，你都不能 balance 到就你可能要靠着另外一个人，反正就是很挤，就是人靠人的一个 concept。然后你也没有地方钻，其实你也不用钻，因为如果你一摇的话，前面那个人也会一起摇，就全部人一起摇就好了，反正你钻不到也不是你的问题。然后自从那个2次，我就已经在决定不会在那个时间再过去香港了。过后我也不知道是哪个时间吧。过后我去的话，通常都是没有再遇到过这个问题，都是 OK 的，都是有位站的了。然后嘞，就讲完这个第11件我在香港不习惯的事，这个最后一个是硬加进去，因为我觉得也是蛮需要讲。然后就真的是很多东西不习惯，时间久了也是要习惯它咯。然后过后我应该就会拍另外一个 video 啦，就是讲为什么我会喜欢香港。对，等我找多一点 topic 先，等我找多一点我喜欢它的地方先，研究一下，然后我再放那一个 video， 再拍那一个 video， 然后过后就讲一下之前那个韩国 vlog 的那个 series， 真的是拍到千辛万苦，因为去韩国啦又要当导游带家人玩，然后又要拍，然后重点是什么呢？我每一晚我拍了，我回去我又没有检查我拍成什么样子，就变成那个 video 很晃，我都不知道。我是拍完全部我回到来我要 edit 我自己看那个 video 的时候，我还觉得
哇，为什么这么晃？然后我 edit 真的是哇，有时 edit 到头都酸，不是头都酸，头都晕。And then 就真的是觉得这样拍到这样辛苦，这样就硬 po 上去啊，6 video，然后就 settle 了这样。然后过后我也不懂会不会再拍 vlog，因为真的是要，我觉得拍 vlog 就是你要很熟那个地方，然后你要很的空，你才能 fully express 你要 express 的东西，不然的话，这个赶时间赶来赶去真的是没有什么quality的。然后过后暂时就是这样子先，然后就下一集再见。